我从一片被烧焦的麦田开始讲这个故事。严格来说，故事在更早以前就开始了，在雅库茨克的木堡里，在勒拿河冰封的河岸上，在哈巴罗夫喝醉酒后，向我描述阿穆尔河时眼睛里的那种光。但一切真正开始运转的那个瞬间，是我站在一片燃烧的达斡尔人村庄前，手里握着一支装好火药的枪，却没有开枪。我叫阿列克谢·达尼洛夫，我的父亲是一个受洗的布里亚特蒙古人，在西伯利亚的毛皮商队中当过翻译，母亲是俄罗斯人，在伊尔库茨克郊外一个小镇上把我养大。我的脸像俄国人，灰眼睛，浅色头发，但我能听懂蒙古语、满语和达斡尔语的断续词组。这种技能决定了我的命运。在雅库茨克的衙门里，主管文书官听完我的语言背景后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会派上用场的。”1649年秋天，我被编入了叶罗费伊·帕夫洛维奇·哈巴罗夫远征队。哈巴罗夫不像叶尔马克，叶尔马克是一个亡命徒，他带领哥萨克是为了摆脱王法的追捕，他的勇气是破罐子破摔式的大胆。哈巴罗夫不同，他是一个商人，一个实业家，一个在勒拿河畔拥有盐场和磨坊的有产者。他组织这次远征不是为了逃命，而是为了他亲口说的，把阿穆尔河变成俄国的一条内河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雅库茨克的木材堆场上，他站在一群哥萨克中间，身材中等但宽肩，穿着一件干净的厚呢大衣，不像其他人那样披着污秽的兽皮。他的胡子修剪得整齐，指甲缝里没有黑泥。他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人都安静下来听。先生们，你们听说过阿穆尔河吗？达斡尔人叫它伟大的河。他们说河两岸的土地黑得像炭，油的能钻出油来，撒下种子就有收成。那里的鱼多到可以用手捞，那里的黑雕，他伸出双手做了个比量的手势，比勒拿河这边的大3倍。有人发出了半信半疑的笑声。更重要的是，哈巴罗夫继续说，那里没有俄国官府，没有督军，没有税吏，没有沙皇的土地不得私占的禁令，那里只有达斡尔人和他露出一个精明的微笑，等待被开垦的土地。他说的话里有7分真话，3分夸大，这是商人的话术，但7分真话已经足够让200多个人第二天跟着他离开雅库茨克了。我就是那200多人中的一个。从雅库茨克到阿穆尔河的路程是大约2个月。我们沿着勒拿河南下，穿过针叶林和冻土带，翻越外新安岭的山口。这条路比叶尔马克的路要好走，至少我们没有像80年前那样饿到吃树皮和草根。但哈巴罗夫的安排方式是派小分队挨家挨户征粮，如果有人拒绝，就烧掉他们的过冬干草堆。我对此保持沉默。如果我去阻止烧干草堆，哈巴罗夫会立刻把我踢出队伍，然后在某个连俄语名字都没有的山口把我扔下等死。但我开始在那天晚上做一种后来持续了一辈子的噩梦。干草燃烧的气味，甜的，焦的，从远处飘过来时带着牛粪和找气味的甜。翻越外新安岭的那天早晨，我站在山脊上，第一次看到了阿穆尔河。在晨曦中，它像一条宽阔的银带，反射着低角度阳光的碎光，在深绿色的山谷中蜿蜒而行。它的宽度，即使站在山脊上用肉眼估量，也超过了我在西伯利亚见过的任何河流。勒拿河在他面前只是一条小溪。哈巴罗夫骑马走到我身边，也停了下来。他只是看着那条河，像一个人终于见到了他多年来只从别人口中听到过的某种东西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对后面的人喊道：“到了，弟兄们！阿穆尔河，流淌着蜂蜜和牛奶的土地。”队伍发出了一阵欢呼。
有人把帽子扔到了空中，有人开始唱一首关于蒂涅伯河的民歌，在勒拿河唱蒂涅伯河的民谣。这种错位感在当时没有人注意到。我低头看着山脚下最近的一个达斡尔人村落，几排木屋错落在河岸上，屋顶冒着炊烟，有人在空地上晾晒鱼干，一条狗在河岸上跑来跑去。那些人还不知道我们来了。第一个村庄是我们遇到的。第一课，哈巴罗夫派我作为使者进村，用我能拼凑出来的达斡尔语传达沙皇的善意。我走进村庄时，几个达斡尔男人从屋里走了出来，腰间别着猎刀。为首的是头人多伦，他穿着鱼皮缝制的衣裳，腰带上挂着一串骨质的护符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用达斡尔语问了一句我勉强能听懂的话：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俄国远征队的人，我们想谈谈。多伦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他看了看我身后的山脊方向，虽然从村庄看不到山脊上的人，然后说：我们知道你们来了，你们在勒拿河烧干草堆的事情已经传到我们这里了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消息的传播速度比任何一个穿着皮靴的俄国人都快。谈判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，我坐在多伦的木屋里充当传声筒，墙壁上挂着几把弓盒，一面盾牌，盾牌上用黑漆画着一众我不认识的野兽图案。哈巴罗夫没有进村，他坐在河岸的一块石头上，以我不是来求你的姿态等我来回跑。哈巴罗夫说，告诉多伦沙皇的仁慈，只要缴纳毛皮税，沙皇就保护村庄。多伦说，我们不需要保护，我们向满洲皇帝缴纳了贡品，他就保护我们，我们不认识什么沙皇。哈巴罗夫换了一种语气，更像谈生意了。我的手下需要过冬粮食，拿毛皮换，如果不同意，我的手下有200支火枪和3门火炮。我把这段话翻译给了多伦，多伦起身走了出去。那天傍晚，我坐在篝火旁看着自己的手，那双手刚刚参与了一场谈判，结果是一个村庄被逼在枪口和饥饿之间选择。我没有权利改变这个等式，我甚至不确定，如果我有权利，我是否会使用。这个念头比外兴安岭的冬天还要冷。1651年初夏，我们到达了达斡尔人首领阿尔巴西的城堡，位于黑龙江上游。他的城堡不是简易栅栏，墙壁用泥土夯实了2层，外面用粗木桩加固，周围挖了壕沟，沟底插着削尖的木桩。哈巴罗夫再次派我进城。城门外，一个老哥萨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低声说：进去以后记住3个数。城墙有多高？粮仓在哪？井在哪？粮仓的位置你尤其要看仔细。一个城堡没有粮，就是一个死堡。我不是去侦查的，你当然是去谈判的，顺便看一看。他露出缺了几颗牙的笑容。城堡内部比我想象的要有秩序的多，粮仓里堆满了小米和干鱼，沿城墙内侧每隔几步就有一捆箭矢，妇女们在磨碎谷物，男人们在打磨武器，路上有孩子在奔跑。看到我这个陌生人时停了下来，瞪大眼睛看我，然后被母亲拽进了屋里。阿尔巴西本人坐在一张木雕矮椅上，周围是他的战士和顾问。他大约50多岁，头发花白，脸上的皱纹是常年户外劳作留下的粗粝纹理。他先用达斡尔语说了一句，随即改用满语。你会说满语？会一些，那就不用绕弯子了。你们俄国人到底想要什么？我重复了哈巴罗夫教的话。阿尔巴西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段我至今仍然记得每一个字的话：你们比蒙古人坏，蒙古人来抢东西，抢完了就走，我们死一些人，恢复几年，还能活下去。你们来了不走，你们说要保护我们，但你们烧了多伦家的麦田，抢了乌尔塔家的粮仓，这就是你们的保护。我没有回答，不是因为不敢，
而是因为无法回答。谈判破裂，哈巴罗夫下令攻城，火炮开了3发，第一发射偏了，第2发打出裂缝，第3发命中了城门的铰链位置，门塌了。老哥萨克第一个冲了进去，然后是混乱，枪声、喊杀声、女人的尖叫，火把落在干草屋顶上的燃烧声。我站在城门口，没有再往前走。一个达斡尔战士从城墙上朝我放了一箭，箭定在我身后的土墙上，箭杆还在颤抖。我没有去拔它。后来我经常在梦里回到那个瞬间，看到那支离我的脸不到3尺的箭杆在地震动的样子。阿尔巴西的城堡陷落后，哈巴罗夫在河岸上筑了一个木堡，他把它命名为阿尔巴星，可能是当地达斡尔语乌扎拉的变音，也可能只是他酒后的一个发明。这个名字在之后的30-40年里，将成为让黑龙江两岸都记住的一个地名。阿尔巴星建成的第1年冬天，我坐在木堡的角落里写日记。一个10几岁的达斡尔姑娘战俘，被分配给一个哥萨克做杂役，蹲壁炉边添柴。她不肯学俄语，也不肯吃分给她的黑面包。我每次从她身边走过，都能看到裸露的手臂上有一圈青紫色的淤痕。我给了她1小块盐，她没有看我，没有说谢谢，但她收下了。第2天，她开始吃面包了。我不知道这件事证明了我的善良，还是证明了我在这个体系中是一个更精明的操作者，用1块盐换取自己的良心平静。2种解释都不让人舒服。1652年春天，清军来了，消息是从一个下游逃上来的达斡尔渔夫传来的。他满身血污，在河上漂了2天才被捞起来。他说的话让所有人陷入了沉默。满洲人很多带着大炮，他们把朝鲜人的炮也带来了。宁古塔将军海瑟集结了约2000名士兵，包括8起火器营和朝鲜征调的火炮手，水陆并进。大船载着士兵，小船载着粮食和火药。岸上的行军队伍打着黄底红边的龙旗，在春天的江风中猎猎作响。我从城堡的箭塔上看到第1面龙旗出现在河湾拐角处。那一刻的感受很奇怪，我同时感到了一种陌生感和一种熟悉的恐惧。那面旗的背后和双头鹰旗是一样的东西，一个帝国想要收回他认为是他的土地，而我是夹在中间的义务。乌扎拉村之战发生在1652年3月的一个雾天，浓雾像一张白色幕布覆盖了整个战场。清军的炮兵先开火了，声音在雾幕后响起，向远处闷雷，让人分不清方向。第1发炮弹越过我们的阵地，落进了河里，溅起的水花在雾中像一个巨大的喷泉。哈巴罗夫在浓雾中喊着什么，但他的声音被炮声淹没了。老哥萨克抓住我的肩膀，把我拖到一个土丘后面。他们能看见我们吗？不能，但我们也不能看见他们，那就麻烦了。他们知道炮在哪，我们不知道。我趴在土丘上，竖起耳朵听。清军军官在用满语下令，声音穿透了炮声和雾幕，隐约传了过来。右翼向前推进，火炮调整，向东2寸，他们调整射角，向右，向右转移。老哥萨克没有问我怎么知道的，他只是相信了我。他带着一个分队向右翼转移了，大约80步。2分钟后，清军的炮弹落在了我们原先的位置上。我发现了我的新价值，在战场上，我是唯一一个能听懂满语命令的人。我不是战士，但我能让人避开子弹。哈巴罗夫得知后，当天晚上让清兵给我送来了半瓶伏特加。半瓶伏特加，这就是一条命的价钱。乌扎拉村之战没有真正的胜利者，清军的火炮优势明显，但浓雾削弱了它的效果。哥萨克的火枪射速更快，
但视线受阻，也打不出有效骑射。战斗持续了大半天，各有伤亡。然后清军主动撤退了，不是溃逃，是有序的向南岸收缩扎营。哈巴罗夫清点损失，阵亡43人，重伤20余人，这是他进入黑龙江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。当天夜里，他在篝火旁召开秘密会议，我在外面听到了片段。他的兵力比我们多5倍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围死我们。1653年春天，哈巴罗夫被沙皇召回莫斯科，他带着关于阿穆尔河的殖民计划和从当地掠夺来的毛皮，像叶尔马克80年前做的一样。他走的那天，我站在阿尔巴辛城墙上看着他上船，背挺得很直，和叶尔马克翻越乌拉尔山时一样的姿态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些开拓者其实都是同一个人。一代人死了，下一代人套上同样的靴子，继续向东走，因为向西走是回去，向东走是未知。对于一无所有的人，未知是唯一的商品。哈巴罗夫走后，我留在了阿尔巴辛，不是出于忠诚，而是我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。雅库茨克不会收留一个和哥萨克指挥官翻过脸的翻译，莫斯科不需要一个从阿穆尔河跑回来的文书。从1653年到1685年，32年，人的半辈子，我的生活变成了这样：早上检查城墙木桩有没有被血压坏，下午整理和达斡尔人、索伦人和偶尔出现的满族商人之间的交易记录，晚上在洋油灯下学习满文。我的满语越来越流利了，甚至能看懂满文转写的佛经。我成了阿尔巴辛最值钱的人，不是因为我打仗，而是因为我能在2种语言之间搭桥。清朝的哨兵在河对岸巡逻时，有时会隔着河喊话：“你们的粮食还够不够？”我负责喊回去：“够，够吃到明年夏天。”冬天最长的那几个月里，城堡里的人几乎不说话，不是因为无话可说，而是因为一开口，话就冻成了白色的雾，像在提醒你，你还活着，但活不了多久了。火药受潮报废了大半，我不得不重新调配配方，用桦树炭代替柳炭，来延长火药的保存期。这是我在这30多年里做的唯一一件真正有用的事，但没有人记录它，也没有人为此感谢我。我们和清军之间的战争，在大多数时候更像一种荒诞的隔着一条界河的乡村邻居关系。偶尔有索伦猎人在两岸之间递送消息：明天满洲人的巡逻队要来，你们把城门口的雪扫一下，诸如此类。但我知道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。1685年，康熙皇帝终于腾出了手，在平定了三藩之乱，收复了台湾之后，他转向了北方。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和都统彭春率领约3000清军，携带从南方调来的攻城重炮，向阿尔巴辛开来。这一次，他们是来结束这一切的。那年我大约60岁，头发全白了，左手手指因冻伤变形，再也握不紧任何东西。6月初，清军的先头部队出现在河湾处，我站在城墙上，这座我亲手修筑的木堡，看着旗帜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，和33年前一样的黄底红边龙旗，但旗帜下的人更多了，炮更大了。守城指挥官是图尔布金大卫，一个波兰裔军人，为人刻板但并非愚蠢。他把我叫到房间：“达尼洛夫，你认识那些满洲人？他们是真的要打，还是像以前一样做做样子？真的要打，我们能守多久？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：“最多2个半月。如果清军不间断炮击，托尔布金的手指敲击着剑柄。如果我投降呢？他们会允许我们带着武器里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有33年了。1685年6月下旬，清军的攻城重炮开始轰鸣，有些是明朝旧制红衣大炮的改装版，也有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购买的新式火炮。
第一发实心弹击中城墙时，整座城堡像被巨人猛击了一下。托尔不金没有等城墙完全崩塌，他在第3天打出了白旗，清军接受了投降。彭春将军在城外接见了托尔不金，我担任翻译。托尔不金说，交出城堡和武器，要求保留旗帜，不虐待俘虏，允许撤往尼布楚。彭春听完翻译，用满语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，不是因为内容，而是因为语气。可以，你们走吧。没有任何多余的措辞，没有羞辱，没有胜利者宣言，仿佛这一切只是日程表上的一项公务，清理完毕，进入下一项。我站在城门口，看着托尔不金带领俄军列队走出城，火枪堆放在空地上，由清军回收。最后一面俄国旗帜被从城墙上降下来，卷好，交到清军文书手里，然后龙旗升了上去。那面黄底红边的旗在阿穆尔河的风中展开，它的深红色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：烧焦的麦田，篝火中的血衣，额尔齐斯河岸秋天的落叶。所有记忆都像这条河一样流淌到了一起。阿尔巴辛陷落后，托尔不金和他的败兵撤往尼布楚，我没有跟随他们，我被当作有价值的俘虏带往北京。因为我的满语和达斡尔语能力，我被绑在马上，跟着清军的辎重队一路南下。当我穿过草原，穿过松嫩平原，逐渐接近长城时，我才意识到一个荒凉的事实：我对俄国的记忆已经模糊了。我不记得莫斯科的街道是什么样子，不记得圣像在烛光下的香味，不记得俄语的祈祷词。我最后一次念愿主保佑是30多年前，在一个烧焦的达斡尔村庄里，对着一个死去的哥萨克说的倒是满语和达斡尔语，越来越自然的出现在我嘴边。当我被关在囚车里无意识地哼起一段调子时，我发现那是一首达斡尔人的摇篮曲，从前在阿尔巴辛附近的村庄里听到的。我停了下来，不是因为调子不对，而是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在成为另一个人。那个曾经从梁赞省翻越乌拉尔山的人已经死了，站在这里的我是阿穆尔河塑造出来的另一种人，一个没有国籍，只有语言和记忆的之间的人。北京，1686年，我被安置在东江米巷的俄南馆，一座由喇嘛庙改建的院落，住着10几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，几个被俘的瑞典军官，一个波兰神父，2个蒙古喇嘛和几个我在阿尔巴辛见过的老熟人。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树荫覆盖了大半个院子。刚到俄南馆的头几周，我几乎每天都在那棵树下坐着，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想，像一个已经被用旧了，正在等待被回收的工具。理藩院派了一个笔贴士来管理这个院子，他叫阿克敦，一个满族人，大约40岁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绸袍子，说话声音不高，喜欢在说话结束后先笑一下，再继续下一句。他第一次来见我时，手里拿着一卷纸，上面用汉文和满文写了几行字。他指着一个词用俄语问我，他的俄语很差，但勉强能交流。这个词你们怎么说？我看了一眼，那是边界的满文写法。边界，俄语叫。他点了点头，在纸上记下了发音，字迹工整而缓慢，像一个认真学字的孩子。那次简短的对话开启了我生命中最后一段重要的友谊。在之后的1年多里，阿克敦几乎每周都来，他学俄语，我学汉文，他教我写汉字，我教他辨认西里尔字母。我们经常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坐到天黑，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中继续比划着字形。他告诉我康熙皇帝对西方的事情感兴趣，问俄国的风俗习惯、军队编制，莫斯科离北京有多远。阿克敦说，皇上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民族。我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民族。
阿克敦笑了，这就是你比其他人有用的地方，达尼洛夫。你不会说我们俄国人如何如何，你会说我看到了什么。他说的对，我已经不知道我们是谁了。1688年秋天，理藩院的人告诉我，俄国派来了一个叫费奥多尔·戈洛文的大使，要和清朝在尼布楚举行边界谈判，需要精通俄语和满语的翻译。阿克敦用一种说明天可能会下雨的语气对我说，你要回尼布楚了，不是作为俘虏，是作为通译。从北京到尼布楚起码要走大约2个月，穿过蒙古草原，沿着额尔古纳河上行。那条路的一部分我在30多年前曾经走过，方向正好相反。见一见你的老朋友们。阿克敦说，我没有朋友，那就见一见你的老敌人。我想了想，我也没有敌人了，他们都死了。这句话比我预想的更接近真实。1689年8月，尼布楚这座要塞位于什勒喀河尼布楚河的交汇处，周围是低矮的山丘，草地上长满了野花，河水在阳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。俄方的帐篷搭在要塞以东半里处，清方的帐篷搭在更远的河岸上，更大，旗帜更多，卫兵的甲胄在阳光下闪光。正式谈判使用拉丁语作为中介，耶稣会传教士张成和、徐日升担当翻译。我的工作是负责会前沟通和会后的非正式对话，双方在帐篷外的私下交谈，用满语、俄语和蒙古语进行。我的工作让我同时看到了2个面孔。正式谈判中的戈洛文言辞锋利，条理清晰，逐条反驳清方的领土主张，表现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俄国贵族的全部优雅和顽固。私下里的戈洛文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，他在晚饭后坐在帐篷外啃着干面包，眼睛因为失眠而布满血丝。你知道吗？他在某个晚上对我说，为了这次谈判，我从莫斯科走了整整1年，穿过西伯利亚，在伊尔库茨克等了3个月，才等到了马队，又是2个月到这鬼地方。我现在只想回家。他看着我苦笑，你看起来不像满语翻译，你看起来像个被这条河吃剩下的东西。我就是。我说。谈判的第3天，我揭露了一个破坏条约的阴谋。一个自称姓吴的翻译，据说是吴三桂的旧部，在翻译戈洛文的一句话时做了手脚。戈洛文用俄语说，尼布楚以北的无人地带，我们无法退让，那里是我们几十年的据点。吴某人翻译成了，尼布楚是俄国的底线。戈洛文说，俄国人绝不会放弃尼布楚。这句话如果被清方接受，将直接导致谈判破裂，因为清方底线同样清楚，俄国必须放弃黑龙江流域，尼布楚本身可以保留。我在当晚找到阿克敦，你们的翻译在说谎。阿克敦没有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他看了看我，站起来走了出去。第2天，吴某人被调离了核心岗位，官方理由是身体不适。戈洛文后来问我为什么要帮满洲人，我说我没有帮任何人，我只是不希望一群人因为另一个人谎言儿互相残杀。1689年8月27日，条约签署的前夜，我独自一人走出营地，坐在什勒喀河的河岸上，河北岸的俄方哨兵在来回踱步，南岸的清方哨兵也在来回踱步。2段脚步声之间是一段约等于静默的空隙，它不完全是静默，因为河水在响，不是很大的声音，像一个人持续的不换气的说话。我把靴子脱了下来，我的脚2只都是布满了冻伤留下的疤痕和厚厚的茧子。他们在这条河的2岸奔走了30多年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是少数几个在这条河的每一段都留下过脚印的人。从源头额尔古纳河上游的密林，到下游的阿尔巴辛，
从冰封期到解冻期，从和平到战争，再到和平，这条河见证了我的一切，我的懦弱，我的麻木，我的沉默的共谋，以及那些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善意。我向这条河隐瞒的东西，河都知道，只是不说。河水没有评判我，它只是流着，像过去几千年一样，像未来几千年一样，它只是流着。1689年8月28日，条约正式签署，哥洛文和索额图在正本上用拉丁文签了字，副本用满文和俄文书写，双方交换文本，互相行礼，各自返回营地。我站在人群中，没有人注意到那个站在翻译堆里的白头发的老人，一个穿着清朝官署发的蓝布袍，竖着满是发辫的通译。阿克敦经过我身边时低声说：结束了，两边都拿到了他们该拿的，北岸归俄国，南岸归清朝，没有战争了，暂时的也是好的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没有回答。哥洛文离开尼布楚前召集了所有在清朝境内的俄国俘虏和定居者，愿意回俄国的，跟我们去尼布楚。沙皇会给土地，清方也宣布，愿意留下的俄国人可以继续居住，但需向清朝效忠，接受理藩院管辖。我选择留在了额尔古纳河畔的一个小村庄，一个由几间木屋组成的地方，住着俄罗斯人、达斡尔人、蒙古人和少数满人。这里不属于任何一边，这不是一个英雄式的抉择，它更像是一个认清之后的自然结果。我已经不是那个翻越乌拉尔山的哥萨克火药手了，不是楚瓦舍夫夹角装填弹药的无名战士了，甚至不是哈巴罗夫身边那个战战兢兢的年轻翻译了。我是另一个人，一个在这条河两岸都埋葬了太多记忆的人。回到俄国，我面对的是一个不认识任何人的祖国，我离开它太久了，久到莫斯科的街道在我脑子里变成了一条模糊的线条。留在清朝，我面对的是一个始终把我当作规划人的帝国，他们会一直记住我曾是俄国人这个事实，直到我死。而额尔古纳河，他不问我属于哪一边，他只是流过我的门前。这条河不在乎我的国籍，他只在乎我在他边上睡了多久。我在这条河边建了一个小驿站，为往来的商旅提供食宿，为语言不通的双方充当通事。我用俄语记账，用满语和清军巡逻队打招呼，用达斡尔语和邻居交换腌鱼和干蘑菇。阿克敦偶尔会让人带来一封信，信上写着北京的消息。1695年秋天，我坐在驿站门外的柳树下，面前摊着一本用旧羊皮订成的日记，日记里有些是俄语，有些是满语，混杂着达斡尔语的词汇，没有系统，没有目的，只是记着。有些页被水泡过，字迹已经无法辨认；有些页被虫蛀出了洞，像从纸上挖掉的记忆。封面画着一条河，很简单，但确实是。额尔古纳河像一道弯曲的伤口，从羊皮的左上角延伸到右下角。我翻到了第一页，那是我在雅库茨克刚加入远征队时写的。我叫阿列克谢·达尼洛夫，伊尔库茨克人，满语翻译。今天是1649年10月17日，纸张边缘已经被潮气侵蚀，得带了毛边，墨水褪成了浅棕色。我费力地辨认着自己年轻时的字迹，比现在工整多了，一笔一画都写得很认真。那时我大约25岁，牙齿齐全，指甲缝里没有永远洗不掉的泥，夜里睡觉时不会无缘无故惊醒。我合上日记，远处的河面上，一只渔船逆流而上，船夫唱着一首达斡尔人的歌，那些词我听不太懂，但调子已经记住了。我活得太久了，久到同时记得和两岸所有语言，达斡尔人、满人、蒙古人、俄罗斯人，久到同时记得没有发生过战争的时候和
战争发生过之后，我的女儿，她叫塔基亚娜，一个达斡尔女人，在1687年生的，从屋里跑出来，手里举着一个用桦树皮做的风车。她在屋前的空地上跑着，风车的一片在秋风中呼啦啦的转。她喊我：“阿爸，阿爸！”我看着她，一种我无法命名的感觉从胸腔里升了起来，很轻微，像一簇新生的火苗。我把日记放在膝盖上，在我身后，额尔古纳河继续流着，像它已经流了几千年那样，毫不在意它的两岸换了多少面旗帜。